请主持人赵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一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情感作家陆琪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衡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胡磊老师，欢迎。接下来了解一下下面这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遭遇了怎样的困惑。各位请看。为什么你总是把所有的事都藏在心里，不跟我交流，然后憋出大问题，你再爆发出来？如果不是你脾气那么大，一点也不懂得让着我，我也不会总和你闹别扭。对我来说，冷战还不如大吵一架。我发脾气的时候都是被你给逼的。你当初追我的时候对我那么好，现在却总是挑我毛病。我为了你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你却不能完成对我的承诺。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汤先生27岁，来自辽宁销售；邓女士25岁，来自四川，自由职业。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小片看到了一些冲突，是吧？怎么认识的？大老远的啊！我们俩是通过一次朋友介绍的。哦，在哪个城市啊？在大连。等于您当时在大连是吧？对。啊，现在在哪儿生活呀？现在也在大连。啊，认识多久了？2年多了。处对象处了多久了？1年多。1年半吧。现在的关系是个什么关系呢？就他这个性格就比较内向。就有时候有什么问题就不跟你交流啊，然后一点点攒就爆发出来，就让我有点受不了。哦，你是受不了他的性格是吧？对，好像就是什么事儿必须得让我去理解他，去了解他。比如说呢？就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叫外卖嘛，我就问他你想吃点什么，然后他就说你看着点吧，啊，我也就随便点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去拿外卖，外卖回来了，就好像有点不顺心那种感觉，就吃了2口，就直接掉着眼泪跑出去了。我为什么这样呀？为什么？因为他点的全都是我不爱吃的。他本来就知道我不爱吃油腻的，喜欢吃蔬菜一类的。那你当时你跟我说一下也行，那你不至于应该说，你说这个不好吃，或者我们再订一份。我觉得我们在一起2年多，我觉得你足够了解我，我觉得你知道。所以说就你这点我受不了，遇到什么事就不跟你沟通。哎，我问问啊。他喜欢吃什么？清淡的，蔬菜什么东西？哦，他喜欢穿衣服的颜色靠什么色系？一般也比较清新的那种，对吗？对的。哦，喜欢用什么色系的口红？粉红的，对吗？不是。啊，特别淡的那一种。去看。这发型更喜欢哪一种？就像现在这种，是吗？哎，还算了解嘛，所以你说，你看你稍微上点心不就得了吗？点外卖，你知道他喜欢吃清淡的，但是在我感觉我感觉这点小事也不至于。我觉得2个人需要沟通，然后我就出去找他吧，找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到，然后回来就让我说我哪里错了，我说不出来，他还是在那块就是不理我。你难道不知道吗？每回一犯错误都要我提醒你，那我要你有什么用啊？跟你在一起。还有就是去年嘛，他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对吧？他知道你想什么，这也有可能。哎呀，还有吗？主持人，就是去年嘛，我们2人不是定好回我家吗？啊，然后我知道他这个人就比较内向，因为我去之前我跟他说好了，我说也不用你干什么，家里来亲戚就打个招呼就可以。可他呢，表现得很尴尬那种。这什么叫很尴尬？就是不太会说话，不说话，见人打招呼扭扭捏捏的。我本来性格就内向呀，而且我也是第一次去别人家，而且大过年的嘛，人特别多啊，然后也没有什么共同话语，然后场面就是特别尴尬。也不用你去说什么，你就见人打招呼，我给你介绍人，最起码知道你是谁，对不对？那你也不被我圆下场，我就一个人在那块儿，你明明也知道我不爱说话。这怎么了？场面就特别尴尬，那个时候。就有多尴尬呀？就是尴尬的，就是大眼瞪小眼那种感觉。那有啥呀？可是我心里。然后我也教他了，我教他你去怎么说，
我也教他了，他就是表现不出来那种。不是你要他表现出哪种啊？这一姑娘也不是你家新媳妇儿，这羞涩很正常嘛。就起码大大方方的啊，打上比如说你好，对，比如说现在赵大爷来你家了啊，你得把他介绍给我，对吧？比如说，然后你让打招呼，我看他怎么打，来。你也挺扭捏的吧，对吧？来，这个是咱们邻居的赵大爷啊，就是，对他就这样。然后就不太好意思说，那这也没什么吧？那你不能说我呀？就感觉特别不好。哦，你是希望他说，哎，赵大爷好，是这意思吧？对。行，明白了。然后私底下呢，怎么解决呢？我们因为租房子的事出了一点问题啊，因为我们之前也是再三交流了，就确定今天要回去，结果就食言了，我也是被放鸽子了，然后那天就没回去，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再回我家住一晚上吧。啊，当时那种情绪就不对劲，转头就一头扎进超市里面了。我本来在你家就觉得挺委屈的了。不是你在他家委屈什么呀？就是因为在他家嘛，然后本来我不爱说话嘛，明明好不容易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都到那个地铁站了，他突然来一句说我们回去吧，那我心咯噔一下，我当时真的是心里有点难受。我爸我妈对你挺好的呀，对，我知道挺好的，喜欢吃什么但是我这个性格就是慢热性的，慢慢来的，你突然让我一下这么，我真的是，那你当时可以跟我交流啊。你说我们说找个酒店或者怎么样，然后一头就扎进超市啊，扎进去怎么问怎么不说啊？那我当时来气了呀，就是很生气呀。那你当时怎么做的？特别气人的一句，他就是说你不准你死在这块儿吧。我当时就是听得特别难受。哦哟。然后我就立马就冲了出去嘛。冲出去干嘛？因为当时就是我当时那个是气过，就是问什么也不说，我就说我那意思就是，我说你要再不走你就死在这块吧。那你也没有站在我的角度上嘛？我说。然后他也不管有没有车多不多，就直接跑出去，幸好我及时给拉了回来。姑娘以后别这么干啊！当时特别的生气嘛，脑子也就是听明白，没想那么多。就是还是个火爆姑娘啊，就是他以前的工作是主播嘛，网络主播啊，接触一般都是异性嘛，平常那些聊天。我看到就特别不舒服，就比如说那个男的找他聊天啊，就比如小可爱啊。我觉得这样很正常啊，网络上现在都是流行这些词语的。流行，但是我作为你的男朋友，那你呢？你是怎么做的？你直接每回在我直播打游戏的时候，你直接给我把电脑插座给拔了，害了我还要去给粉丝道歉。还有你也特别爱看美女主播，一天不离手，你的手机傻笑，他还刷礼物最可恨。哦，我当时看见特别来气。给你刷过吗？他没给我刷过，为什么不给我刷？没，那时候因为那个主播长得也确实挺好看的，但是他游戏玩的也挺好的。您是游戏方面、说话方面，对，游戏主播。就除了打游戏，就感觉他直播的时候说那句话，我感觉我特爱听。不是特爱听，就感觉说到你心坎里了，特别对那种。啊，就是嘛，说到你心坎里了嘛。那你呢？还有微信的事儿，微信他每天都神神秘秘的，信息他也不给我看啊，总是悄悄的删掉，尤其是他跟他妈妈的聊天。有次你看他跟他妈的聊天干嘛呀？不是，因为他刚好在我旁边嘛，然后聊得可长一段了，然后我就特别纳闷这母子之间聊。我想看，他不给我看，我以为他们在说我坏话。就不能说好话吗？哎呀，那个时候是因为前段时间我爸出了点事故，完了我妈就因此这个事就特别担心，那个时候也是涉及到一些债务问题，我们俩现在毕竟也没结婚，我觉得这些都。
出去干什么我都干不了。我是不是道歉了？我说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你。那我反正就是觉得。那你呢？你直接把我扔在那块儿，自己就走了。那我就是觉得你心里没有我，所以说我才会发这么大脾气。你就是强词夺理，还有就是生活中各种小事啊，就比如说我手机刚在这里充电嘛，不到5分钟他就给我拔了，然后充他自己的。哦，我手机也正常没有电了嘛。所以说响也没响就直接拔了。他那个手机充电也快。那最后我是不是让着你了？还有空调的事儿。因为空调的事，我们都吵了很多，天天都在吵。因为他比较怕热，我比较怕冷嘛。然后就因为这个小事吵，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大度。不是，那你说主持人，大夏天30-40度，我热了，我中午回来开会空调，我开了几分钟就让我把空调给关了。那是几分钟嘛？我鸡皮疙瘩都起了。那你可以穿件衣服啊，对不对？谁大热天穿2件啊？那你不是冷吗？你不是怕冷，我不是怕热吗？那你不是让着一下我吗？我体格这么大，你体格这么小，我热我开空调，我觉得可以的呀。我就是觉得你不大气。躺在被子里啊？谁大白天的天天往床上蹲呀？这小情侣啊，挺有意思啊。现在也解决不了吧？这问题能解决吗？不能，天天都吵。你最不满意他的是什么？就是性格特别内向，不管任何一件小事或者大事来讲，就不想跟你沟通。行，为什么不想跟他说呀？为什么跟那些粉丝说的特别好啊？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有一种毛病，你知道吗？就是不想就是当着面就面对面的就说，但是我喜欢用文字，就是打字，就是用手机这么发出来。那你在这网上直播的时候，你不得跟你粉丝互动吗？互动的好吗？一般我发是比较少的那种，一般都是他们回复的我比较多。所以他是你男朋友哎，未来有可能是你老公。但是我现在已经慢慢开始就是。你觉得你在改变是吧？对，有。恰恰是这小子有问题是吗？对他脾气太大了，真的是。然后我脾气太大是因为什么？说什么事情从来就没有做到过。让人女孩子把话说完。他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信守承诺过。啥事儿都没承诺过。对，比如说就比如说减肥嘛，因为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他答应我的，他要减肥。因为他太懒惰了嘛，然后我就想亲自监督他减肥嘛，然后就给他办了一张健身卡，然后几乎每天都让他去健身房嘛，坚持了大概才1周吧，他就开始对我唠叨了，我就感觉他对这个健身就是挺抵触的，找各种理由，说什么感冒呀、生病了呀、发烧了呀，还有训练时受伤了呀，能说的理由他全说了。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慢慢来的，没有必要说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为了我。你们俩认识多久？2年多了。2年多，当时你多重？当时180多吧。现在呢？现在胖了10多斤，100。对呀，你不说这事儿是慢慢来的吗？是慢慢增肥还是慢慢减肥啊？对呀，你小子。做的吗？他做的非常的过分啊！他偷偷的就是出去就是夜跑的时候，然后自己偷偷在吃炸鸡、喝可乐，被我发现了，我偷偷跟出去才知道的。每天回来锻炼，身上一点汗都没有，他为了点吃的，我觉得太没有出息了。那我上1天班累了，晚上你还给我整那些清淡，我能吃得下去吗？再说我这种体格，我本身就喜欢吃比较荤那些菜嘛。是你答应人家要减肥的不？对，是我答应。是你告诉人家是要去夜跑的不？对。那你干嘛去了？但我觉得，所以你的夜跑是炸鸡和啤酒是吗？强词夺理。我觉得他就是没有态度。还有饮料的事，就更可笑了，你知道吗？我当时看见又想笑又想哭的那种。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他经常把那个饮料倒在那个不透明的杯里面偷着喝。你说我当时看了我多难受，然后看着又想笑。什么饮料那么迷人？就是我比较喜欢喝那种碳酸饮料嘛。就每次出去就会买1瓶回来放在冰箱里，然后就趁他不注意会倒在。而且他还是，你知道他藏哪块吗？有次我开冰箱的时候发现了，他藏在西瓜的后面，我看不见的地方。突然那天我翻东西，翻着翻着，突然看见后面有饮料。要不然咱跟他分了吧？不行。我在这里面关注几件事啊。1，为什么给那女主播刷那么多钱？自己的女朋友也是主播，为什么不关照一下？因为他这个也属于一份职业嘛，就感觉他挺对得起这份职业。我把这个钱上去，我感觉也算是那个什么吧。我就问你为啥不给你女朋友刷？那你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吗？他玩游戏太菜了。明明就是你错了，他总是这样。所以总是觉得他是对的，我就讨厌他这一点。其实你是认为他在主播行业，你女朋友的工作能力是差的。
可以这么理解。好，第二个问题我想问，如果你去他们家的话，你能表现得比他在你们家更好吗？可以。真的吗？真的。那你去了吗？没去。干嘛不去啊？所以其实如果从勇气上来说，女生比你的勇气还要大，人家至少敢去，对不对？你敢都不敢。不是不敢，是因为平常上班工作比较忙。那不就是借口吗？你打心里尊重这女孩子吗？尊重。尊重她，她说一句话你怼10句。但是她就是有时候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我是说在今天这个现场。所以最后一个问题，你真的想跟她长久的在一起吗？真的想。想啥呀？她就是一个腼腆的，不爱跟人沟通和交流的，她就是一个让你猜的女人。你让她改这些东西，你改得了吗？她改不了，我改。啊？她改不了，我改。这不就跟那减肥一样吗？我答应你减肥，可是我越减体重越大。问女生几个问题，离不开这个男生吧？我有点舍不得，因为他脾气那么大，越减越肥，到处欺骗。因为他对你也不好。现实生活中对我挺好的。哦，怎么对你好呢？反正什么事都挺包容我的嘛。哦。我懒得动的，他都会去做。哦。做的挺多的，就是生活中的那些小事情。挺宠你的。对。可是他脾气大呀。对，这个其实我一直都让他去改。他以后脾气会越来越大呀。你想过？想啊。我觉得既然我们2个在一起了，我尽量去融化他这个脾气吧。融得了吗？我觉得他真的爱我的话，应该是被我改变的。那他真的爱你吗？好多疑问哈，就是一段感情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本来都是一些小冲突、小情绪，当小冲突、小情绪完全被堆积在一起，把它摊下来谈的时候，突然发现怎么到处是问题，是吧？连自己都觉得害怕了，有没有？有。可是我们又很珍惜，那这个背后藏的是什么呢？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张先生、邓女士，你们好啊！我刚才听到你们俩说，因为那个充电器和空调的问题吵架，我就乐了。其实这种小事儿，你知道能代表什么吗？就是代表2个人其实在感情当中过多的想的都是自己。我们先来说邓女士哈，现在的女生经常会充当爱情当中的法官，什么意思呢？就是她时时刻刻都在寻找自己被爱着的证据，比如说，今天下雨了，你有没有打着伞来单位接我？比如说。然后呢，不要把什么都埋在心底，这是最忌讳的。你总觉得他能了解你，他特别懂你，他应该是全世界最懂你的人，怎么可能？爸妈都不一定那么懂你，让一个跟你才认识2年的男人那么懂你啊？不懂不代表不爱，但是要看他愿不愿意去了解你，愿不愿意去懂你，这是一个过程。
对男生来说的，我觉得，为什么说你脾气大，就是过度的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的情绪放大，不去考虑对方的感受。你对于他的职业，在工作当中表现出来的能力，还有他的性格，你是存在很大的看不起的成分。性格这方面你可能是没办法接受，职业能力是你觉得他不够好，不够优秀。所以在你心中这样的一个评价的女人，你觉得你能跟她过一辈子吗？这一时你能忍得了她的性格，但真正你心里面想要接触的，或者说想要跟你合拍的那个女生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你应该非常清楚。此时此刻你可能确实很爱她，但是你能保证一辈子这么包容她吗？就从她初次去你们家很害羞这件事就能看得出来，以后要面对的事儿更多，你能一如既往的包容吗？这一次你都包容不了，所以这个问题你要想清楚、想明白，看清楚自己要的，想明白对方要的很重要。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是相互不懂呢，还是不合适呢？我觉得是不合适吧。我觉得你们俩懂还是挺懂的，至少对方喜欢什么，对方想要什么，对方是个什么人，是吧？对方为什么生气啊？怎么就生气了？生气之后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发脾气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会发脾气？我觉得你们都知道，不是不懂嘛，是不合适。两个不同文化状态下的人，两个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两个对于外界的事物有不同看法的人，如何在一起生活？你们有探讨这样的问题过吗？没有吗？你们老想着啊，你要改变，你要变化，我们要一样，一样是不可能的。两个人一定不同，不同的人怎么在一起生活？我们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妥协点？找吗？不找吗？你看你，就是任性，各种每天给他做题，让他证明爱不爱你，有什么可做的？你是不是丢西瓜捡芝麻？你一个遥控器闹半天，是吧？一个什么插座，你今天在台上还说。女主播这个事儿你闹了没？你女朋友本身就做主播的，你不给她刷，你给另一个女主播刷，今天但凡是另一个女主播在这儿，一定给你闹死，对不对？你自己想，你自己也知道做主播有多不容易，要做多少活，要播多少时间，你是不是丢西瓜捡芝麻？你自己想，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说，天天说那个遥控器的事儿，从这件事情上就很简单。你们两个人的相互认同感很低，你们在彼此的眼中，并不认为对方是一个很值得的人，你们只是认为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我们两个人就一起生活下去。但是如果不觉得对方是一个很值得的人，不觉得对方是一个非常值得爱的人，不觉得对方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今后这条路怎么走下去？所以真正看问题是看这样的问题，至于磨合期间的所有遇到的那些细节，都是可以解决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解决。关键在于你们现在有没有解决问题的态度嘛？你们因为互相不认同，所以解决态度都没有，根本就没有去想过我要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唯一想的就是你要不为我改变，你不想为他改变，他也不想为你改变，那不就完了吗？结束了吗？所以说，你们今天真正回去要好好想一想的是，我可以为一个不同的人做到什么程度，他在我心目中究竟好到什么程度。想完了这一点之后，然后再解决问题，好吧？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其实很多人能够走在一起，是因为不同而相互吸引。你身上有我没有的，哎，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身上有你没有的，哎，我觉得很有魅力。你们两个还真不是说因为不同就不能走在一起，而是你们之间的感情真的是错位的。其实我们仔细去分析一下啊，在这段感情中，我倒觉得女生你真的是没有底线，先把自己完全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我这么不愿意和长辈去多交流的一个内向的女生，
我鼓起12分的勇气去到他家，还要被他数落，甚至说难听的话，你哪里有底线呢？应该他这么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先去你们家呀，先给你一把底气打足了，让你有信心了，你再去他们家呀。你说你管他胖的事儿，他妈妈是不是都不管呢？都觉得哎，儿子都这么大了，20多岁了，胖瘦自己把握，健康不健康在你自己身上。你替他想的太多了，你也不是他妈呀。想的太多，走得太近，就乱了方寸。我相信你对他是有好感的，但是你真的错误地审视了这段感情。你甚至刚才说了一句话说，主持人问你说你不舍得分开啊？你说是啊，为什么呀？他包容我啊！天呀，他哪里包容你啊？有的事情挺包容我的。你不要，就刚才陆琪老师说的，你只抓那个芝麻不看西瓜。他大的事情上，在你有勇气去见长辈，关心他真正的健康问题，这些大方面。你看不到，你只看到的是细的，他可能对你哪里好了一点点，那不是生活的根本。在一起过日子真的是抓大放小，所以你对他的方式其实真的是用力过多，而又太去忽略了他身上的弱点。而男生，你在这段感情中真的太自以为是了，你时时处处把自己放在一个制高点。对于女朋友对你善意的这种要求，你都不放在心上，那你是不是能够问问自己的内心，是不是真的喜欢他？是不是真的我们能够这样走下去？是不是我们的性格真的彼此合适？如果不能，你也放过他，也别勉强自己。好，谢谢。好，谢谢田老师。有那么严重吗？有那么严重吗？肥是要减的，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怎么给对方好的生活？我们必须承认几点：第一，在相爱之前，你是你，我是我；在相爱之后，依然你是你，我是我。只不过是在爱情当中，你是我目前唯一的选择。那么既然这么多年都没有在一起，因为相爱走在一起才2年，对方身上所存在跟你不同的那些点，一定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2片叶子和完全适合的人。我的观点就是，没有合不合适，只有够不够爱。你能举出多少因为不合适没有在一起的例子，我就能举出有多少千差万别相差很远的人最后走到一起的例子。所以合不合适没有唯一的标准，而是关键在于你们够不够爱。第二点，既然我们承认了彼此之间就是有差异的，我们还得承认一点，人在漫长的一生当中是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你不相信你就去看你周围的人，除非是经历过生死和一些起起伏伏的大问题，大部分人这一辈子的生活习惯和审美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如果有也是细小的调整。所以我们不要去期望对方会有所改变，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第三，既然人是不可改变的，那我们就只有调整，调整自己可以调整的那一部分。比如说对于男生来说，你可以调整的那部分就是第一，人家为你好，你得知好歹。虽然嘴上可以犟不改，但心里得领情，这个可以做调整，这不是改变你的性格。至于那个什么给女主播刷礼物这种事儿，如果你内心深处真的就觉得在做主播这一行自己的女朋友不如别人，你可以坦率地说出来，这可以帮助她提高嘛。而对于女生来说，性格内向是没有办法改变，你不需要去调整自己内向的性格，但你需要调整的是对待她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你明白吗？明白。好吧，就这。还看女主播吗？其实我是特别关注这件事儿的。
我就在想，一个男生有了女朋友之后，他在那么关注一个女主播的行为，到底是一种什么行为？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我们听到的所有事里面，这件事情是最严重的。这就说明，在他内心的世界里面，他有一个沟通对象是那个人，是你更愿意跟那个人去沟通，而不愿意跟身边的这个人沟通。那你说这个事情严不严重啊？在我的价值观里，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严重的。如果你真想要的就是一个大气的、拿得出手的，在你的事业上能帮你的，或者在你的家里能帮你的，显然这位太小家碧玉了。当然，如果说我就要这么一个女孩，我觉得没问题啊，对吧？这是第一。第二，我认为问题严重在于说双方没有找到一条沟通的渠道。你们哪一次争吵是有结果的？全是无果的，呵呵一乐过去了，下次还是这样的事儿，依然去吵，你还有多少耐心去吵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千万不要试图改变一个人。也千万不要试图为一个人去改变，因为都做不到。真实的我，真实的呈现给对方，能不能接受，看你的了。供你们参考啊！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刚才听嘉宾点评，我就感觉，的确是因为我脾气太大了，也不懂得谦让你，所以说我们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么多争吵。我觉得我爱你，我就应该去包容你这种性格或者你这种脾气。我希望你给我机会，以后我会慢慢改正过来的，懂得对你谦让，脾气不要那么大。还有以后直播我也不看了。其实吧，说到这个性格方面，其实我是可以慢慢来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慢性的人。但是我就觉得你在生活中多对我包容一点，不要那么大声的对我说话，不要对我太凶了。我希望我们还是能在一起，希望能在一起，因为我习惯有你的日子了。谢谢两位，请回吧。啊。来，请关门。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对的选择究竟是什么，请开门。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请见证。我爱你。你也改一改吧，真的。当时说了，我真的是有点想离开走的那种感觉。哎呀，来。好好相处啊！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回。我特别希望今天的这对年轻人回去之后，真的要从彼此的尊重、互相的理解入手，来调整他们这段关系。好了，来看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觉得他现在越来越草木皆兵了，因为一点小事就要和我分手。我觉得他就是被我父母提出的彩礼吓到了，不想跟我在一起了。我对他的心从来没有变过，他却总是疑神疑鬼。他现在还跟女同事关系不清不楚的，我要怎么相信他？到底是信任还是彩礼？两大问题困扰着这对情侣。来，掌声请出他们，掌声有请。邓先生，25岁，来自四川，餐饮培训师，有请邓先生。谢女士，24岁，来自重庆，家装顾问，有请谢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哈。今天是谁要来的？来的目的是什么？是我要来的。你要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让他不要再猜忌我，我想挽回他对我的信任。哦，挽回信任，现在不信任他了？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提了这个彩礼之后，他现在对我态度就没有之前那么好了。哦，那我们就从彩礼开始说，好不好？嗯，可以。交往多久？现在？交往大概2年多了。提彩礼不就要结婚，是这意思吧？对对对，因为我父母希望我早点结婚啊，所以说就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有带他去见了我的父母，然后我父母就跟他提了一些结婚的事情，像彩礼、结婚场地这些都说了。然后他还就跟我父母保证说，他现在拿不出来，然后说近2年会努力的。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这2年拿不出来，以他现在这个能力，因为我很清楚他现在的能力。你父母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呀？就是要求10万块钱的一个彩礼。哦。经过这个事情之后，他现在感觉就态度没有之前那么好了，而且现在我怀疑他跟女同事之间暧昧不清的。哦，听明白了。这个压力对你来说很大吗，小伙子？现在的话真的很大，因为我哥结婚也刚不久，父母为我哥婚礼真的筹备了很多，这样亲戚也借了些钱，这些压力我都有所分担的。有没有跟他们父母说这些啊？有说，但我也向他保证，我真的会努力，我不想放弃这段爱情。我知道你是努力说等我几年时间我们再结婚，达到要求我们再结婚嘛？还是说我们先结婚，我给你个承诺，达到要求再结？哦，那没毛病啊。是啊，他现在话是这样说，但是他现在连态度都变了。感觉他就有点对我和父母有意见了，然后现在因为我之前有一次我找他，因为我家人生病了，那个时候我真的很着急，我要找他借一笔钱，因为是谁生病了？我的姑姑，姑姑生病，对，然后就是说我马上要去交这个治疗费，很急的，然后我就一直打电话、微信发给他，他却一直不回我，我那个时候就感觉他不想借给我，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不想借我。你问他借多少钱？大概3万多。我就觉得他不想借给我，然后我就没办法，我就找了很多亲戚我才借到的。啊，那你觉得他有那么多钱吗？我觉得你至少也借点给我，然后他的当时是不回我，然后打电话、微信是没有回我的。所以你认为他没回你，他要冷淡你，是这意思吧？对对对，我觉得他就是不想借给我，因此这个事情。当时情况是这样的，那时我在浙江，你在重庆，而且我刚调到一家新店，新店筹备的话前期是很忙的，我一直忙到晚上8、9点的时候才给你回了电话，可是你没有聊2句你就给我挂了，我再打过去的时候你却把我拉黑了，我还是通过同事才找到了你，然后虽然说我们之间和好了，但是我也为了这段感情，我不是向公司申请了吗？把我调到重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我觉得他当时就是不想借我，因为他当时是很久才回复我，就是大概有7、8个小时，然后才回复我这个事情，就是不想借给我嘛。然后这个事情就算了嘛，我也借到了呀。但是我现在连发个消息问他，我想关心一下他嘛，然后他也不怎么回我，吃饭也是这样。哦。他现在都找借口，工作累，不想。所以女生觉得是因为彩礼出了之后，对，男生被吓退了，是这意思吧？因为之前他不这样的，之前我们就他消息啊也回复的挺快的，然后吃饭也都不会这样找借口说工作挺累呀。彩礼不能成为我们2个之间的障碍，而且我来了重庆，我都是为了你，而且我刚到重庆，我总要适应新的工作、新的环境，我也要投入精力，这样子我才能娶你。而且来了重庆的时候，那天吃火锅，我真的回到家真的很累，我只想2个人简简单单的、朴朴素素的吃一顿就好了。可是你非要出去吃，还闹脾气，不吃饭，当时我真的很累。但是我还是要给你买夜宵，我怕你饿着，你还是不吃。你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而跟我发脾气。什么样的小事会发脾气？就算简单的，我之前不小心把他头发压着了，他就发脾气，什么意思？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他有跟女同事聊天，然后现在都不回我啊，我看见他还约你去吃饭，结果跟我没时间了呗。那只是公司的同事，我们一起共事，一起要面对客户的，他是我的搭档。在工作上、生活上，我们经常交流的都是工作，而且手机短信也给你看了呀，微信内容也给你翻了呀，你为什么就不信呢？你还要扬言要删除掉我公司的所有的女性同事，
那吃饭呢？吃饭那只是公司聚餐，每月都有，很正常的，又不是我单独跟他去吃饭。是吗？你觉得我放心吗？你们公司我知道是有那么多女同事，经常跟你聊微信的那个女同事也在，你觉得我放心让你去吗？那到时候你去聚餐的时候跟那个女孩子有什么，我怎么办？那这个世界上除了男人就是女人，他的同事除了男同事就是女同事，他正常的同事交往你不让他，你让他怎么办呢？但是那个女的也在呀，我很不放心啊。我觉得其他女的还好，因为就是那个女的。那你为什么不放心那个女生呢？因为他们一直聊天，然后他为什么别人不叫他去吃饭，就叫他？你看到过他们俩单独吃饭是吗？对，因为之前我有看到过他和一个女孩子在那儿喝咖啡，这个商圈里面，但是我没有看到那个女孩子的正脸，所以我觉得看起来很像那个女同事，所以我很怀疑他和那个女同事肯定有点什么。那当时他只是因为感谢我，我在工作上有所帮助，人家还一下礼，请我吃个饭，这很正常的。但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怀疑，可能你当时真的是因为彩礼吧，可能误会了我。但是我也跟你解释过，彩礼不能成为我们两个的阻碍，我可以奋斗。我自己一个人不能奋斗的话，我也希望你跟我一起奋斗。毕竟以后的生活都是要我们两个人一起面对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希望你跟我一起，我对你的心从来就没有变过。但是你自己想想我们之前你回消息呀，打电话呀，我问你在干什么，吃饭了没有，你马上回过了啊，吃饭还拍照给我看。现在呢，你现在直接不回复了，你这就是因为这个台你找其他女孩子，就感觉不想和我在一起了。我就怀疑他肯定和那个女的有事儿。所以女生是特别坦诚的说了。女生现在已经不想跟他交往了，是这意思吗？对，因为他就现在和那个女孩子不清不楚的，现在。所以女生是特别坦诚的，就是因为我感觉到你要往出跑，所以与其这样，我们就不要这么拖着，我就跟你分手。但是男生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是吧？对。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2年多了。也不容易。那时候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三观真的非常合，也非常聊得来。我跟他在一起也非常的开心，他还经常跑到我家给我做家务。有一次我回家看到他给我做饭，我当时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了，是他变了还是你变了呢？双方都有一点吧。我开始忙了。那你能不能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现在给他回微信就回的比较慢一些，频率比较低一些，而且他感受不到你对他的关心。别拿工作紧说事儿啊。当然，工作也肯定是有一部分的原因，因为我工作的时候是有2部手机的，需要面对客户，我要对接好，还要跟同事一起嫁接客户的关系。然后可能有时候真的是有点冷落他，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一直在改变，我一直在让我自己有能力，能让他以后过上更好的日子。如果他说其实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对我忠诚，你怎么看这个事儿？我对他忠诚一直都没有变过，但是他不信任你是吧？对。因此你今天想做的事情是挽回他对你的信任是吧？对。那我也很好奇，就是为什么他没有说你所有的女同事，对吧？对，他只是说了那一个女同事。她是我的搭档。我们要一起经常出去谈客户。我看你的职业是叫培训师。培训师到底是做什么的呢？餐饮培训师，教人服务技能的。服务技能。对。那是你的搭档。对。那搭档之间肯定关系相对比其他的同事要近一些。对，要经常谈。你见过他搭档吗？没有。安排一起吃顿饭聊一聊啊，感受一下。他不愿意。我不想见他，我也工作忙，没那么多时间。我有说过，因为在微信上他只是我的搭档，我也向他解释过，但是他觉得我解释就是掩饰。为什么不呢，姑娘？喜欢这个男人，你当然希望了解他的生活环境啊，工作环境。他又有这么一个搭档，他的职业要求他有这么一个搭档。也许换了这个女搭档，下一个女搭档来了还会这样，为什么不见见呢？见见聊聊不就踏实了吗？你这样说的话，我有机会见，因为之前我是很相信他的，因为他的工作上的事情我一般不怎么过多的去问，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问的，真的。所以女生是觉得说这个彩礼让男生变了，是这意思吧？对，因为之前真的不这样的。好了。一旦信任出现了危机，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男生，我特别想知道啊，对于这彩礼这件事儿你怎么看？我觉得彩礼是正常的，毕竟我要爱他的话，我必须要证明自己
我能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就说你并没怪责他们家问你要彩礼这件事儿。对。你喜欢这姑娘什么呀？就是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娶她呢？因为我觉得跟她在一起2年多，从相识到相知都是不容易的。毕竟这2年的感情不是那么容易割舍的。我跟她在一起也非常的快乐啊，而且她非常知书达理。她曾经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她不会嫌弃，她会愿意跟我结婚，愿意到我老家那边去安家。哦。有次我带她回我家，她一到我家就特别勤快，而且帮我父母做这做那。我父母也非常的夸赞她，我全家人都对她感觉不错，而且她在生活上也特别照顾我。我觉得能娶到她真的是一个福分。哦，你是这么看的啊？女生去过他们家？啊，对。条件好吗？一般吧。愿意跟她回老家生活吗？对呀，因为我那么在乎她，我觉得还是愿意为她去她那边，去照顾她和咱们家人。所以你受不了的是？怕他花心了，对对对，我最受不了就别人这一点。好，所以老师们，你们看看这段关系应该怎么办？这个信任还应不应该重建？还有没有信任？到底是场误会，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段先生、谢女士，你们好啊。我先问一个问题，问谢女士，在说这个彩礼问题之前，她这个女搭档存在吗？女搭档存在，一直都存在，是吗？对。所以在说这个彩礼问题之前，你从来没有关注过她跟这个女搭档的所有的。对，我不怎么关注她工作上的事情之前。那为什么说了彩礼之后，你就开始关注了她跟她女搭档的关系呢？对呀，就是连基本的回个消息，因为之前很快回复嘛，或打电话什么的。之前聊天也跟我聊得很细啊，什么都跟我说。现在她都是什么都不说了，然后消息也回复得挺慢的那种。你们2个人就这个彩礼问题，我觉得有一个人在赌。我自己的感受，第一开始我觉得是男生在赌，但我越来越现在觉得女生也在赌。女生好像有点对号入座，就是我先设了这样的一个框子在这儿，然后什么事儿都往里安，往里安，越安越觉得哎就是这么回事儿，哎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其实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他所有的经济实力，他家庭条件，你从一开始都是了解的。对。有2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你也觉得父母提出的这个彩礼，他是达不到的，你也替他担心怎么办？对。还有一种情况是，你自己心里也认同，如果他什么都没有，我嫁给他之后有什么保障呢？所以我觉得。如果到了我们这个舞台，2个人如果都能敞开心扉，把自己包裹在面子上那些东西撕掉的话，我们说一些真心话，到底是怎么想的？是否是在对号入座？然后男生，我刚才为什么一开始会想你在躲？也确实，男人要面子，我给不起。我也不知道我的未来什么时候能够挣得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我未来什么时候能娶你，所以你有意消极面对这段感情，这也不是不可能。所以你们2个人都好好想想，现在就是一个，当爱情遇到了现实怎么办？要什么我们就直接告诉对方，也不辜负我们曾经在一起的这段时光，我们就不要彼此伤害，彼此折磨，好吗？谢谢2位。好，谢谢珊娜老师。这里面有好几次的交锋啊。第一次，这个男生上家里去的时候，跟他要彩礼的时候，男生说我没有的时候，女生估计心里就咯噔一下啊，这是第一次。第2次是因为姑姑生病这个事儿，跟男生借钱一直没回，女生估计心里面又咯噔一声，所以慢慢发展到后面。其实女生害怕的不是你搭档，女生害怕的是你拖着。恰恰你做的就是这个事儿，你就拖着嘛。就说白了，给句痛快话嘛，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她害怕是这个。当然，我也要帮你说一下话啊。确实，到了面对彩礼这个问题的时候，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像你，我觉得你处理的，在你的立场上已经很得体了。我努力啊。我攒钱，我觉得你挺得体了。基于这个女生，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周围的人都说
他应该是一个什么立场？他应该站在他爸妈那边，还是站在爱人那边？他没有立场，他丧失立场了。所以我建议2个方向，要么就是晚结婚、晚生娃，这是一个方向；第2个方向，零基础、零压力的建立家庭，这是第2个方向。这2件事情如果都做不到，真的不要说结婚这个事儿，也不要拖着人家。就这样。好，谢谢陆琪老师。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的严重。真的没有那么合适。当压力和考验来的时候，这爱情就考验住了。但也没有什么好遗憾和后悔的，能共同走一程，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我倒觉得不用各自为难，觉得不合适，那不如就分手吧。人的一生考验很多，希望你们在以后的生活中，考验来的时候，都能经得住，好吗？祝福你们吧，谢谢。好，谢谢杨老师。彩礼本身不是最重要的，怕就怕你们彼此已经潜移默化地把彩礼当成了彼此爱情的重量。我们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有的时候把一些东西隐藏起来，到最后会使自己更加难看。即便他把彩礼给了你，你们这个婚结了，但从此你们的婚姻这疙瘩也就接下来。你们不管结婚多少年，都不会忘记当年的彩礼，把你们拦在了婚姻之外。因为这件事情在你们内心深处已经有了疙瘩，所以我说，今时今日，我看资料上写，是你们主动要来到这个平台的嘛？是男生主动要来，女生还一而再再而三不太想来嘛？如果来了，就应该打开天窗说亮话，把自己内心的疙瘩都说清楚。即便不结婚，也不能让彼此之间有了怨恨。说白了，就这彩礼恶心到你们两人，但是在恶心的背后，你们也发现你们俩之间其实感情并没有那么深厚。所以说彩礼不好，但也好，照出了你们真实的情感，好吧？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一会儿真情告白的时候，把心里的真话都说给对方听嘛，好不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
还记得我们当初认识的时候吗？那时候我们在一起真的无忧无虑，只要真心爱着对方就好了。我还是希望我们两个好好的，能在一起，像刚开始认识的一样，那么信任对方。我真的想跟你在一起，想跟你一起奋斗。我对你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但是我还想跟你说，我们真的还是在一起吧，不要离开我。我觉得是你没有给我足够的安全感，你就是因为这个彩礼的事情，现在对我特别冷淡，然后还和女同事这样暧昧不清的，你让我怎么办？我也很害怕呀。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今后的生活？你现在，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来吧，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请开门。还有什么想跟他说的吗？不用说了。哦，谢谢啊，请回，谢谢你。还是那句话啊，可能你看了很多的这个分分合合，但是你应该相信爱情，千万不要因为看了很多的分分合合之后就不相信爱情了，因为爱情本身其实还是挺美好的一件事情。如何处理爱情，大概是每个人一辈子都在学习的一门课程。千万不要因为看过了这些就说我不相信爱情。只有共同经历过不同的坎儿，各种各样的坎儿，那个爱情才能够被炼成一段真爱。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局。有网友提问说，我和我男朋友相差13岁，他虽然很有责任心，但是呢非常的忙，没有时间陪我。那他在想呢，如果找一个比自己小1岁的，可能会照顾你，陪你开心，但是一旦打游戏就不陪你；如果找自己大3岁的呢，他可能会照顾你，陪你开心，但是却不知道赚钱，只会抽烟喝酒；如果找比你大1轮的，什么事情都会依着你，却没有时间陪你。他说呢，我知道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但是我真的好迷茫，爱情和陪伴哪个更重要啊？其实呢，陪伴是爱情的表现形式之一。你首先要判断的是他是否爱你，没有质量的陪伴其实是在浪费彼此的时间。如果你心里真的认为男朋友很爱你，我建议你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关于时间和陪伴的问题。同时呢，我也建议你多找一些兴趣爱好和能够提升自己能力的事情去做一做，充实好自己的时间。再一次的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